昨天 IW 的 YouTube 頻道上傳一支影片，內容主要在展示今年現代戰爭式的遊戲音效制作過程，包括載具、武器以及特戰兵的移動音效都有放出來給大家看。在影片當中呢，有出現一些遊戲內的畫面，我将這些畫面剪接在一起放給大家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次現代戰爭式的畫面是否符合你的期待。那也不得不稱讚 IW 這一次看起來真的是有很認真在做遊戲，很久沒有看到決勝時刻的官方這麼認真了。另外呢 ，IW 看起來也是有像他們之前在推特承諾的那樣，答應提高與社群溝通的透明度，是有慢慢在往這個方向前進哦。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些畫面，如果需要完整連結的話，我放在下方的說明欄，有興趣的再自己點進去。不過呢，這不是我今天想要談的主題，我今天想要谈的是 DMZ 2.0 還沒有正式公開，但社群已經開始吵了，就是這個模式到底為什麼一定要有 PVP 這一個元素存在？有人說純 PVE 才是正解，我完全理解這個想法。但我個人認為，如果 DMZ 變成純 PVE 模式的話，它就不再是 DMZ 了。而從最近的爆料來看 ，IW 終於也發現這個問題。大家好，這裡是歐框 Gaming， 專門做 COD 的中文內容。今天我們來聊聊 DMZ 到底該不該有 PVP， 以及 IW 這一次想怎麼解決現代戰爭2 DMZ 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先說我完全理解 PVE 的玩家，因為 MW2 的 DMZ 很多時候真的非常不公平。你帶着裝備進場解任務、收物資，花45分鐘跑了整張地圖，結果撤離前30秒，一隊三人組突然從旁邊衝出來，啪一聲，然後你身上的裝備全都沒了，以死亡收場。PVP 玩家整局都在找人 ，PVE 玩家整局都在解任務，兩邊玩的甚至看起來不像同一款遊戲。所以當有人說給我純 PVE， 我覺得完全合理，因為這個需求背後反映的其實是當時 DMZ 的生態失衡問題。但這裡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哦，其實 COD 已經有純 PVE 的收打車模式了，那就是2023年的 MWZ， 沒有玩家追殺，可以安心打任務、收物資、升級裝備，你唯一要面對的就是僵屍。但直到今天呢，仍然有大量的玩家希望 DMZ 回歸。甚至在 DMZ 停更之後，社群還是繼續討論，也持續有玩家在玩。當然 ，MWZ 和 DMZ 並不是同一種體驗，但它至少證明了一件事：純 PVE 並不一定能取代 DMZ。為什麼呢？我認為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玩家真正喜歡的從來不是 PVP， 也不是 PVE， 而是遊戲當中的不確定性。大家可以仔細回想一下，2022年你玩 DMZ 最難忘的回憶是什麼？是打死某個 AI 嗎？通常不是，大部分的人回憶更像是被埋伏、被突襲，或者你成功反殺敵人，或者是你跟路人臨時結盟組隊，騙過其他玩家，在最後的10秒極限撤離。這些故事有一個共同點，裡面都有真人玩家。再想象一下，當你背包裡面有稀有物資，距離撤離點只剩200公尺，突然聽到遠方傳來槍聲，要繞路還是直接衝？撤離點有人嗎？那隊玩家有看到我嗎？你不知道下一棟房子有沒有人，你不知道眼前這一隊會合作還是對你開火，就是這種不確定性才是 DMZ 真正最迷人的地方，而這種不確定性呢，也是 AI 永遠給不了的。其實很多人誤會了，收打車最硬核的地方從來不是槍法，不是後坐力，不是爆頭難度，也不是技術，而是你害不害怕失去。當死亡有代價，你背包裡面的東西有價值，當撤離失敗會讓你心痛，那一刻收打車才真正的成立。Extraction Mode 收打車模式遊戲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那就是風險。你害怕失去裝備，害怕任務失敗，害怕撤離前被攔截，所以成功才變得更有價值。如果完全沒有風險，那一種刺激感就會快速消失。大家可以看一下最有名的手打車遊戲塔科夫，或者是拿到年度最佳遊戲的 Arc Raiders， 一樣都是手打車模式，風格完全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是，地圖裡面永遠存在真人玩家。不是因為開發者希望讓玩家互相殘殺，而是因為他們知道，沒有真人玩家就沒有不確定性，沒有不確定性就沒有緊張感。純 PVE 模式並不是不好玩，但它是另一種體驗，一種優秀的合作模式，但它可能不再是大家認知中的 DMZ。
很多人以為現代戰爭2的 DMZ 失敗是因為 PVP 太多，我反而不這麼認為。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收到的東西沒有價值，玩家做完任務之後沒事做了。這是觀眾在我影片下的留言。他說到 DMZ 要收沒收的價值，要養成沒養成系統，要打架不如去快配，也就是多人模式或者是 Warzone 就好。這句話幾乎把所有的問題都點出來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塔科夫，為什麼玩家願意花上千個小時？因為每次收刮都有意義，你撿到的東西可以賣，可以換錢，可以升級基地，可以解鎖新內容。每一次的進場都是在推動角色的進步，但現代戰爭2的 DMZ 不是這樣，物資大多只用來解任務，任務做完，保險武器解完，獎勵拿完，然後呢？然後就是沒有經濟循環，沒有長期養成，沒有新的目標，於是收刮失去意義，養成失去意義，最後剩下的人開始獵殺其他玩家，不是因為他們都是壞人，而是因為那變成唯一還有意義的事情，這才是 DMZ Beta 最大的失敗，不是 PVP， 而是缺乏目標。根據最近的爆料，今年的 DMZ 可能會加入全新的系統 Headquarters， 讓貨幣、物資以及收刮成果的應用層面變得更廣，有更大的用途。如果這項爆料是真的，那其實就是在直接解決當時 DMZ Beta 最大的問題，讓收刮重新有了價值，物資重新有了用途，玩家重新有了長期目標。而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條爆料，我也覺得非常重要。根據目前的爆料，今年的 DMZ 可能会有一張獨立的 PVP 地圖。當然，官方還沒有正式確認，但如果是真的的話，這代表什麼？代表 IW 並沒有打算放棄 PVP， 但他們可能想把不同類型的玩家分流，讓喜歡任務、收刮、養成的玩家留在主要的 DMZ 地圖，喜歡高強度對抗、喜歡打架的玩家就可以去 PVP 地图。這一種做法相對的就可以讓喜歡 PVE 的玩家在生存上有更大的空間。如果這套設計真的成功的話，那今年 DMZ 的環境理論上會比2022還健康的非常多。所以說到底呢，我認為 DMZ 不需要變成純 PVE 的模式，因為 PVP 本來就是這個模式的一部分。但同時 ，DMZ Beta 那種獵人隊滿地圖找人的情況也不應該再發生。真正重要的是，不是拿掉 PVP， 而是讓玩家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讓收刮有價值，讓養成有目標，讓不同類型的玩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玩法。在純 PVE 模式裡面 ，AI 可以被研究透徹，打久了你就知道最佳路線、最佳打法、最佳刷裝流程。久而久之，地圖被破解，那一種緊張感也慢慢隨之消失。純 PVE 不是不好玩，它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種不同的體驗。它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模式，但它可能就不再是 DMZ 了。因為 DMZ 真正迷人的地方是，當你在解任務，別人在打 BOSS， 另一隊正在收物資，最後所有人因為同一個目標撞在一起的時候，產生一段無法預測的故事。這種只有真人玩家才能創造並且無法複製的獨特故事，才是 DMZ 最迷人的地方。而從目前的報道來看呢 ，IW 似乎正在往這個方向前進。如果他們真的做到了 ，DMZ 2.0 最大的進化，可能不是新地圖，不是新武器，甚至不是新任務，而是終於開始解決 DMZ Beta 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也就是生態。那你呢？正在觀看這一部影片的你，覺得今年的 DMZ 應該怎麼走呢 ？A. 純 PVE B. PVPVE C. 主地圖 PVPVE 加獨立的 PVP 地圖，你最喜歡哪一個呢？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我很好奇。那先說我自己的選項，我選 C， 因為這樣才可以同時留住2種玩家，而不是逼大家選邊站。而且 C 這種模式呢，也正是我當初愛上 DMZ 的原因。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請記得幫我按個讚。有什麼想法，也歡迎留言下方讓我知道。最重要的是，還沒有訂閱的話，記得訂閱一下我的頻道。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吧，See you guys later。